少夫人小心啊！少夫人，我去叫帮手啊！少夫人，王芷兰，霍元甲的老婆，有人让我杀了你，可是看见你如此美貌，我也有点舍不得杀你。你是何人？我是何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霍元甲死了，我可以帮助你，或者我可以杀掉你。霍元甲不可能死，我没骗你，霍元甲很快就会死了，而且一定死得比我刚才形容的更加惨不忍睹。我是好心来送你和他一起上路，好让你们黄泉路上继续夫妻情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谁派你来的？等你见了阎王爷，自然就会知道我是谁。恐怕阎王不收我。今日你要是不说清楚，我送你一程。忘了告诉你，我的这把刀只要出鞘，就一定要杀死一个人，用这个人的血平息他的怒火。曾经78个人都已经成了刀下的亡魂，你将会是第79个。好你个混账玩意儿，贼眉鼠眼的样子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今天就扒你的皮，拆你的骨，你的棺材没白买，留着给你自己用吧。明年的今日就是你们的忌日。好大的口气！就你一个人，有那么大本事吗？谁说我是一个人？阿福，来者不善，快去喊人。好。
必逞强了，很快你就会支撑不住。你的目的是什么？这世上让人疯狂的东西有2样，名利和女人。为了得到这2样东西，不善乐事的圣人可以变成杀人如麻的恶魔，教书先生也会拿起斧头去当强盗。所有人都愿意为了得到他们而不顾一切发疯。所以，如果这个人不识趣，阻挡了别人得到名利和女人，那这个人是不是该死？我们在金门，只求安身立命，从不与人争抢。他们要得到什么，与我们何干？我们挡了谁的路？这个问题，等你在黄泉路上见到了你丈夫，让他来告诉你。不管这个人是谁，也不过是一些躲在阴沟里的宵小之辈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好好活着，绝不会让你们称心如意。如果我们就这么轻易死掉，岂不是便宜了你？不愧是霍元甲的女人，死到临头还能挺直腰板。不过我劝你，还是早点受死，这样还能少受点委屈。你能坚持到现在，已经让我十分意外了。但不管你咬牙坚持多久，结局都不会改变。在你面前的就只有死路一条。你错了，我还有一条路，就是杀了你。可惜你没有这个机会。芷兰，少夫人，少夫人，芷兰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快走，让冤家消息。少夫人，你不能死啊！你不能死啊！你死了少爷怎么办？你杀了少夫人，我跟你拼了！阿福，阿福，今天我就血洗霍家酒行，省得你们哭哭啼啼。你是什么人？我就是一个送棺材的人。拿下！谁送棺材？给霍元甲。霍元甲死了吗？死了。谁杀死了他？让我送棺材的人。那个人杀死了霍元甲，那货物是不是在他手上？那个人是谁？怎么回事？中了毒针，应该是毒发身亡。查清楚这个人什么来历。是，我这就去查。霍夫人还活着吗？还有一丝气息。那就好，带回府上好好照顾。我还要靠他找到霍元甲的下落。你不能带走我家少夫人！你们谁也别想把她带走。霍元甲带走了我的货物，至今未回，一定有坏人找上门来。我担心你家夫人的安全，先把她接到我的府上保护起来。霍元甲回来，让他来找我。不行，要带走我家少夫人，把我一块儿带走。住手！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跟元甲他们有什么过节啊？我知道，你是霍元甲的好朋友。我还知道你是布政司刘汝济大人的侄子。这个事儿与你无关，我不想伤害你。你们这是犯法！哼，犯不犯法不是你说了算。我不要你性命，是要你给霍元甲捎个话。如果他不把货物还回来，我就杀光他关心的所有人。带走！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农少爷，赶紧去找我家少爷啊！快去啊！快去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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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什么人？公子骑马骑得好帅，可摔马摔得也精彩。你们……我路过河边把你给救了，
说明我们有缘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见过面，在金门街上，你英雄救美。英雄救美？没错呀，你那个美丽的小表妹。如果不是你出手快，她就死在我的手下。怎么样，想起来了吗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我特别喜欢中国功夫，想求名师指点。我想拜霍元甲为师，你跟霍元甲是朋友，你一定能帮到。我也急死了，他们家出大事了，你能不能告诉我霍元甲现在在哪里啊？什么事情？可能有生命危险。告诉我。他的夫人现在被人绑架了，我们现在需要他手里那个货才能救他夫人的性命，现在人命关天。也就是说，你也不知道他在哪里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公子事情可就不一样了。那么现在，公子可要为霍元甲受点苦了。表妹，姑娘，他俩都是我和元甲的朋友，你不要伤害他们。对，我可是霍元甲的兄弟。我饶了你们的命。我怎么在这儿？你是我们主人请来的客人。我想起来了，在树林里，你们用迷烟迷晕了我。霍公子，我们主人说了，你是一个武功盖世的大英雄。我们主人说了，你想要见他，就必须喝了这杯酒。如果我不喝，是不是就见不到他了？当然，只要你喝了这杯酒，我就带你去见我们首领。你去哪儿？我要见你们首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刚才不是找我吗？进来。你把佛头藏哪儿去了？赶紧把它交出来！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清楚。我说佛头你藏到哪儿去了？你要进来，不然我听不清楚你在说什么。你要干什么？霍公子，你刚才已经喝了我亲自为你调制的意乱情迷酒，很快就会把持不住的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骗你的。只要我们相爱，想做什么都可以。今天我就是你的人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让我们好好享受吧。你害怕我，还是讨厌我？觉得我不够美吗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不知道你们究竟有什么阴谋。你以为我要害你？刚才你在昏迷的时候，武藤是要杀了你的，是我救了你和你的朋友。我的朋友？我的朋友也被你抓来了。他们自投罗网。他们现在在哪里？带我去见他们。他们在船上一个秘密的地方，但是我不能告诉你。你要怎么样才能告诉我？有条件。如果你如实的回答我，我就告诉你。好，你说吧。能不能先把衣服穿上？好。你问吧。你想问什么？你已经有家室了吗？我已经成亲很多年了。中国男人的婚姻一定都是父母定的，你一定不爱他，对吗？我很爱他，我跟我夫人是青梅竹马，从小一起长大。她是我霍元甲一生唯一爱的女人。那如果他死了，你还会爱他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敢伤害我的夫人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好，看来你是真的爱他。行，我为了你，他做大，我做小。我听不懂你说什么，什么做大做小？不要在这里胡言乱语。霍元甲，我喜欢你，我想嫁给你。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爱上了你。
在水磨坊的时候，为你的兄弟把刀插在胸口，那时候你已经征服了我。你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。我是不会相信你的。你们东洋人都是用这种谎言、这种伎俩的。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和武藤来大清，究竟有什么阴谋？你真的想知道？我想知道，并且希望你说出真相。你让我找的好苦啊，很高兴见到你。费了那么多心思，你可不能是假的呀，啊？可以呀。什么时候上的船？我就没下船。当时我看金佛在你手里，周围那么多人，我当然选择一个好的时机再下手，对不对？中国人够狡猾呀，从背后偷袭我，够卑鄙。卑鄙？要说卑鄙，谁能比你卑鄙？抢了不该属于你的东西，谁卑鄙？宋少官，上次跑了，这次可就没那么幸运，非要上门送死。那我只好成全你了。你真是口出狂言。那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大清新君。你不敢杀我，为什么？你要是杀了我，你们的清政府就得接受炮火的洗礼，你们整个国家都得在炮火中沉沦。你敢动手吗？少废话！我现在弄死你，把你扔河里，谁知道是我干的？你们政府还以为你带着金佛跑了呢。对呀，你说的没错。但是现在船已经开到了大海中央啊！你要是杀了我，你也跑不出这艘船，更别提带走金佛了。你小子够聪明，对我有点利用价值。把船给我开回去啊！我可以答应你，但是我得把手下叫过来，好让他把船掉头。你小子最好别给我耍花样，听到没有？来人，老大，去把何之叫来。是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是日本培养的一批特务，专门到中国收集情报。武藤不是我的表哥，他是日本的浪人，我是奉命来协助他的。可是这些都是生死攸关的秘密，你怎么敢告诉我？不知道。但是大清政府怎么样？你也是一介小老百姓，你知道了又怎么样？你能改变什么吗？你和武藤打算怎么做？中国早晚都会被日本吞没。作为日本人，我是有责任的，但是我已经恨透了这种生活。
我想改变这样的生活。姑娘，你的朋友在我手上，不想他们死，就坐下。我就是想找个人嫁了，让我彻底摆脱这噩梦般的生活，和他一起生活。你让我怎么帮你？带我离开这里。这就是命运的安排。公子，你能帮我实现这个梦想吗？他阻挠我，我就为你杀了他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今天就是你的人。我现在没有这些心思，现在只想见我朋友。你的朋友比我重要吗？我的朋友跟我都是同生共死的兄弟，为了他们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现在船还在海上行驶吗？你让我见他们。好，我带你去见他们。可知姑娘，老大让你马上过去。出什么事了？老大没说。好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他们找你什么事？不知道，但我不去，他们会起疑心。你的朋友在船的舱底，你去救他们吧。霍元甲，前辈找我有什么事？把船掉头，往回开。往回开？为什么？金佛不是已经在我们手上？让你去你就去，这是我的命令。是，我立刻去吩咐。还好算你识相，但凡刚才有一点差池，我就叫你血溅当场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我和何之合作多年，早有默契。我只要一个眼神，一个动作，不需要多说一句话，他都会明白我的意思。算你狠！来呀，带下去。哎，好像有人来救咱们了。刘姑娘、金孙、元昊，你们都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走，我们走。表妹，这一巴掌，我是替霍夫人教训你。我问你，你身上为什么会有女人的香气？还有，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这把钥匙，是不是那个东洋女人给你的？是。你们走得这么近，你是不是爱上她？我没有，我怎么可能啊？我已经有芷兰了，怎么可能爱上东洋女人？就算你没有爱上她，她肯定爱上你了。
要不然他怎么会放你出来，又给你钥匙呢？还有你身上的香味，你是不是已经跟他那什么了？我没有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告诉你，霍元甲，你要是真爱上了那个女人，你不仅对不起霍夫人，你也对不起我。你，哎，我说两位，你们的感情债，咱们出去以后再说行了。咱们现在赶紧走吧，你看看外边都什么样了。冤家，咱们赶紧离开这儿吧。我们走。宋天多，你个狗怪！回家，快杀了他！没想到在这里遇见，我还正想找你呢。你果然是东洋人的同伙。东洋人残害百姓，抢走我们的东西，我怎么可能跟他们同流合污？这尊金佛可是从你手里被拿走的。东洋人用卑鄙的手段，从我手里抢走金佛，还用烟雾把我迷晕。我奇怪的是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为了追回金佛，一直藏在这个船上，结果跟东洋人拼了，还是没干过他们。金佛是我们的东西，我们一定要把金佛带回来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是金佛的押镖人，金佛从我手上丢的，不管怎么样，拼了命我也要把金佛拿回来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我们大家可以结盟，我们把金佛从东洋人手里抢回来，怎么样？哎，快把他们拖下去！哎，好。哎，你告诉我，这个金佛什么来路？这金佛本身就是纯金打造，价值连城，而且它还是件贡品，所以东洋人千方百计的想要得到它，明白了吗？既然是贡品，应该在皇宫里。皇宫守卫森严，怎么会流落到民间？况且，我这次押送的明明是粮食，怎么突然之间，粮食变成了金佛？霍元甲，你只是一介草民，有些事你不需要理解，也不用知道，明白吗？宋天都，你现在性命难保，如果你告诉我真相，我想我可以帮助你。霍元甲，你现在都这般田地了，你拿什么帮我？你除了相信我以外，还有别的选择吗？我一定有办法带你从这里出去。好，霍元甲，我相信你。其实大多数国宝，都是一个王爷从宫里带出来的，再交给我们军队运送到天津卖给外国人。这尊金佛比较重要，所以王爷看得比较紧，由我安全押送。没想到却出了这样的事。你身为朝廷命官，却助纣为虐。你明明知道是国宝，却偷卖给外国人。霍元甲，我只是一个镇守军营的兵，我犯错，朝廷杀我一个，金佛丢了，我不听王爷的话，他杀我一家，你明白吗？一家。这个王爷到底是什么人？都这个时候了，还管王爷是谁吗？现在最重要的是把那尊金佛抢回来，不管是你的还是我的，绝不能落在东洋人手里，知道吗？怎么这么着急走啊？这熟悉的味道，让我不舍得放开你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看来你是真的爱上了其他男人了啊！放开我！何之，别让自己的心跑得太远，我这是在帮你啊！老大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霍元甲他逃跑了，还打伤了我们好几个守卫。怎么跑的？我不知道。傅大人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是不是货物出问题了？要是货物不见了，我现在就宰了你！不是不见了，是船被炸了，货物沉了，整个船的人都死了，佛头也一起沉入大海。船沉在什么地方？赶紧派人去打捞啊！船是在大海中心爆炸的，我派了最好的打捞队，但是船沉得太深了，什么都没有捞回来。废物！你让我向王爷怎么交代呀？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找不回来，
我把你的头砍了扔海里头去。我不过是个商人，我面对的都是精兵强将、武林高手，我怎么应付得了啊？傅大人，如果王爷要是怪罪下来，你的责任最大，我们二人都是要杀头的。你还想让我一起陪葬？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宰了你！傅大人，你就是现在杀了我，货物也追不回来了。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想一想，怎么去向王爷交代。哼，找不回货物，拿什么向王爷交代？傅大人，其实我仔细想过了，押送货物这件事，责任不全在我们。是王爷负责押运货物的宋天都出了问题，货物是在我们手上丢的，怎么又跟宋天都有关系？傅大人，我派人调查过宋天都这个人，他表面上效忠王爷，实际上他早就叛变了。霍元甲在去接货的时候，宋天都就开始追杀他们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宋天都他们想独吞了这批货，然后栽赃我们弄丢了这批货。你怀疑是宋天都想私吞货物，可是他会这么糊涂吗？要知道，这尊金佛不是我们的货物，是王爷的货物。就是给他10个脑袋，他也不敢做这种事儿啊！傅大人，宋天都不是糊涂，是他贪心，要不他也不会坐上将军的位置。贪心有的时候是好事，可以让人更有斗志，更有野心。但是，一旦贪得无厌，命怕都贪没了。看起来这中间早有阴谋。宋天都他现在人在哪？一起被炸死了，死无对证。明白了，我一定禀告王爷，宋天都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，放着人不当，非要做鬼。王爷这么信任他，让他负责押送货物，他却见财起意，居然捅出这么大篓子。宋天都已经死了，这件事就是宋天都的责任，我们2个都没有责任，是王爷那边出了事，王爷就怪罪不到咱们头上。霍元甲一向命大，当年码头大战，几百人对决，最后爆炸，整个码头都炸毁了。霍元甲竟然没有被炸死，这次说不定他也能死里逃生。我给你3天时间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找到霍元甲。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傅大人，我一定尽全力找回。你醒了，啊，你要不要喝上一杯上好的雨前龙井啊？我这好茶只是用来平时招待贵客的。是你救了我。那个杀手呢？那副棺材已经用得其所，装了想杀你的人的尸体。你杀了他？他不该杀吗？还没有问出幕后主使，他还不该死。他为什么来我家门口闹？他为什么给霍元甲送棺材？我们根本不认识他。他为什么说霍元甲已经死了？问出幕后指使人是谁，又能有什么用？现在想要杀霍元甲的人很多。为什么？他得罪了谁，竟如此赶尽杀绝？霍元甲是个复杂的人物啊，你不觉得想杀他的人很多吗？所以你来剿行，也是找霍元甲？你说呢？你也要杀他？我杀不杀他，要看他的表现。谁敢杀他，我就杀了谁。就算你刚救了我。哼！你现在在我的府上，除了霍元甲，谁都救不了你。少夫人，你快放了我家少夫人！那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
看在霍夫人的面子上，住手！霍夫人放心，我只是一个商人，血淋淋的杀戮并不适合我。不过，为了防备别有用心的人，我也组织了一批看家护院的队伍。他们虽然功夫没有霍元甲厉害，但是这些人比霍元甲狠毒。你把我弄过来，是为了绑架我吗？不是绑架，是保护。要不是那次我去的及时，你早就被杀手杀掉了。你要杀霍元甲？我是在找霍元甲，他这个人不守信誉，勾结他人，私吞了我让他押送的货物。不可能，霍元甲为人，在天津卫无人不知，天地可见。你是说他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？他有他的为人原则。那他现在在哪里？为什么还不回来？他在哪儿？我还想问你呢。他不是为你出镖了吗？没错，我家少爷呢？你到底把我家少爷骗哪儿去了？我现在比你们谁都想知道霍元甲究竟在哪里。你怎么会不知道我家少爷在哪儿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刘大人，这么急着让下官来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坐。我刚刚接到密报，钦差大臣这2日就要到达天津，还特地带了皇上的尚方宝剑。你知道他为什么来吗？不知道。钦差大人他来干什么？他来抓贪官。可是谁也不知道，天津在刘大人的统治下，廉政清明，爱护子民，最近也没有什么冤假错案。或许是带来了好消息吧，是皇上要给大人封赏进爵了吧？看来这天津总督是大人的了。带来了好消息，带好消息，带尚方宝剑来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他来就是要来杀人的。他要杀谁啊？前一段，太后在国库里发现了一尊金佛不见了，他怀疑宫内有人密谋走私，特意下令必须要查清此事。谁那么大胆，敢从皇宫偷宝？这跟我们天津有什么关系啊？他们已经查到了，金佛已经流入天津，要从天津港运到国外，所以必须要查清。好，我马上派人去封锁天津港。啊！我问你，这事儿跟你有关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一点关系也没有。我如果知道有人走私国宝，我早把他抓起来，关在大牢里头，我还能立功请赏呢。我告诉你，这件事要跟你有关，我也救不了你。对吧，大人？我想起来一件事儿，之前听说有武林人士在海上跟东洋人抢什么宝贝，结果发生爆炸，船毁人亡。这船上的宝贝兴许就是金佛。下官一定查清此事，将幕后主谋抓住。你是说金佛已经沉入了大海？现在还不能确定。后来我查到船上的武林人士就是霍元甲。这个人武功高强，命贱得很，没那么容易死。那尊金佛很可能就在他手上。又是霍元甲，马上给我找到他！难怪从古至今文人骚客都喜欢在山水间吟诗作赋，有佳人相伴，一同泛舟河上，烹茶谈天，即便是乏味的景色也能变得有趣生动。如此度余生，倒也是人生一件美事。诗人们泛舟湖上，闲情逸致，水光潋滟情方好。虽然你也在焚香煮茶，但是你的心中无比躁动。霍夫人果然心思敏捷，洞察人心。山本无忧，阴雪白头；水本无忧，阴风起骤。如果不是因为霍元甲坏了我的好事，我又怎么会心急如焚，寝食难安呢？元甲会回来的，那只是你的希望罢了。事实是霍元甲真的死了，被炸成了碎片，葬身大海。好了，不说了。霍元甲半道劫走我的货物，犯了杀头之罪，现在死了，却让我承担一切。夫人，他不让我痛快，我也要让他付出代价。王德信，我不知你包的货物是什么，但是如果你的货物来路不正，他一定会阻止你。一个镖局，挣钱第一，填写为生，其他的事情就不应该是他管的，管得太多了，必然有生命危险。可惜啊，你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，也会死得这么惨。坏人没有好报，什么报你都看不到了。我和霍元甲的一切秘密都从此消失了。在霍元甲的心里，
他有正气道义，有家国天下。那你们只有到另外的一个世界里去实现了。混蛋，住手！曹夫人，怎么样？没事。你往哪里逃？你要干什么？我要杀了你！你们弄丢了我的货，现在还要杀人灭口，难道这就是你们脚行的规矩吗？你还有脸说我们脚行弄丢了你的货物？你说这一趟只是粮标，那批货根本就不是粮食，不是粮食，那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你心里清楚。我们刚到军营就被宋天都抓起来，差点死在军营里，都是因为你给了我们假的信物，真正的货物早就被人接走了。整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圈套。你利用元甲的侠义之心，让我们稀里糊涂接了一趟暗标。我们一上路就被人莫名其妙的追杀。等我们找到货物，才发现箱子里面根本就不是粮食，而是从皇宫里偷出来的金佛像。原来都是你的阴谋。你们知道的已经太多了，虽然知道的有点晚，但你们下了地狱，也不算死的不明不白。舅舅今儿个难得雅兴，请舅舅在岸上烹茶赏景，别让这两个将死之人破坏了舅舅的兴致，把他们交给外甥来处理。今天谁来都救不了你。他怎么还活着？拿下！你们逃不掉的。我这个外甥虽然长得风度翩翩，一脸书生气，却是个江湖1等1的高手，多少名家高手都死在他手上，他的武功连霍元甲都未必能打赢，更何况是你们两个，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。不过就是一些旁门左道的功夫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再打下去，我可不敢保证我的外甥会不会要了你们的命。叫他退下！你不敢杀我，我为什么不敢杀你？因为我一死，你们就得死，整个霍家脚行都得为我陪葬。少废话，我带你去见官，杀了他们。信不信我真的杀了你？霍夫人，我可是你救命恩人，要不是我，你早就见阎王了。难道你就是这么报恩的吗？江湖中人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。你虽然救了我的命，但是你害得元甲被人追杀，功过相抵，为什么不能杀了你？走。霍元甲，你还活着？你赶快派些人手给我除掉他，要不然我们就有大麻烦了。放心吧，舅舅，我会调动所有力量，把这里扫除得干干净净。好。
霍元甲。刘姑娘，刘姑娘，刘姑娘，你没事吗？这是哪儿？怎么会有这么多死人骸骨？不知道，我们被风浪吹到这座岛上。来，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这里是水匪的老窝，骷髅岛。骷髅岛。我曾听人说，这个岛被一个骷髅人管制，他杀人如麻，嗜血成性，在这岛上为所欲为。近几年连年征战，四处的流寇为躲避官府的通缉，全部跑到这里来，以骷髅人为首，最后，这里就成了水匪的老巢。而这些骸骨，就是水匪掳劫商船所留下的客商，还有水手们，他们都没有离开这里。这些匪头简直是丧心病狂！难道就没有人来整治他们吗？整治？怎么整治？朝廷大臣和将士心中只有一件大事：怎么升官发财？谁会关心老百姓的死活？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躲还来不及呢。再说，这些水匪跟官府一直有关系来往，暗中一直有利益挂钩。没有官府的保护，他们能发展的这么快？你是说，这些水匪一定是官府的爪牙？我回去就让我爹来剿灭他们。剿灭？怎么剿灭？你说我听听。朝廷有很多大臣有见不得光的事，都是这些水匪来解决。官匪勾结，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。前几年这里的老百姓联名上书给朝廷派兵剿匪，结果呢，朝廷可倒好，派了一支老弱病残的部队，就是让他们白白送死。如果朝廷真的重视这件事的话，早就派精兵良将来。水匪会猖狂到这个地步吗？皇上一定是被奸人所蒙蔽。这次的走私国宝事件，也肯定是奸臣和水匪勾结，欺上瞒下。我们一定要揭发他们，让皇上铲除逆党，重整朝纲。为了这些被残杀的无辜生命，我们也一定要剿了这个匪窝。霍元甲，别天真了好不好？剿匪，我们现在当务之急不是什么剿匪，而是赶紧找条船离开这里。对了，表哥他们呢？目前没有找到。既然我们都还活着，我想他们也都应该被海浪冲到附近了。我们四处找找吧。等一下，先把金佛藏起来，带在身上不方便。你开始聪明了，都要靠舅舅的栽培。这件事情，只能是你我二人知道。舅舅真是高手，别说傅大人想不到，就算放眼整个天津，谁能想到德高望重的天津商会会长，居然是这一切的幕后主使？富贵险中求啊，这世上就没有白捡来的东西。你知道舅舅靠的什么当上这个天津商会会长的？靠的就是胆子和野心。越多人想得到的东西，越危险的事情才越有价值。外甥受教了，那就预祝舅舅把这个金佛卖个好价钱。买家后天就到，跟他见面的时间我都已经安排妥当了，这地点就在骷髅岛。你不敢杀我，为什么？你要是杀了我，你们的亲晋孙，元昊，晋孙，表哥，怎么办？我们怎么都找不到他们。如果他们没有被淹死，一定会想办法离开这里。我们也别找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可是，那他们有危险怎么办？东洋人的目标是金佛，现在东西在我们手上，晋孙他们不会成为目标。你们这一路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霍元甲，你做出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，你多管闲事，一定会后悔的。我如果因为害怕得罪权势，放任你们卖金佛给洋人，那我一辈子都觉得对不起自己，对不起老祖宗。宋天都，现在你有2条路可以走：第一，找到王德信，查清事实真相，然后我带你到刘汝济大人面前，你把事交代清楚；第二，就是我把你捆起来，然后送你到大牢里去。霍元甲，就凭你那点能耐，还想跟金佛幕后的人抗衡？我倒是有2条路：一，
你我合作，将金佛交给王德信，拿到佣金之后，我们分道扬镳，忘了这件事。2，就是你傻傻的去调查真相，结局呢，就是你的项上人头被割下来，挂到码头旗杆上。你看呢？如果我们走第1条路，我会跟你合作到底；如果你选择第2条路，你将会成为我的对手。你选吧。他们是洋人，一定有船带我们离开这儿。别高兴太早，也不想想他们怎么会在这儿。那些骷髅兵，我押镖的时候见过，他们杀人不眨眼，跟洋人混在一起。我想事情一定没那么简单，我们过去看看。王德信先生，约翰先生，欢迎！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了。你经常奔跑在世界各国发财，所以我很难见面呐。坐。王德信先生，我听说你给我准备了一个大惊喜，我很期待，希望你不会令我失望啊！我听说你的货在日本人的船上，船已经沉了，货也沉在了海底。没有是真正的货在我手上。王德信先生，你们要是敢戏弄我们，拿不出真东西，我会生气。我的这把枪很容易走火的。约翰先生，中国有句话叫道听途说不可信。没错，东洋人是抢货，船是爆炸，而且船也沉了。但是货确实在我手上。你刚才说的那些不过是烟雾。也就是说。船上的是假的，当然。这尊金佛稀世珍宝，出现的消息一看，想要得到它的人便趋之若鹜。有人想骗，有人想抢的，姜还是得了。不管怎么说，都没有逃得过我王德信的神机妙算。总之，我给你的货一定是大英帝国想要的。好，钱我已经准备好了。金佛在哪里？你的东西呢？为安全起见，我把金佛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，只有我在确保绝对安全的情况下才能拿出来。金佛现在正在送这儿的路上，马上到。霍元甲，王老板，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带来了，把钱看好了。霍元甲，我知道。之前你为我押送货物，跟着东洋人上沉了海。跟你说实话，我心里一直很自责，也确实很难过。不过今天看到活着回来，太好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你负责押送的头脑，我一定不会亏待你们。王老板，你的货是回来了，但我有一件事不明白。我想请问你让我押送到底是不是粮食？如果是粮食，这金佛就不是你的。那如果不是粮食，我希望给我一个解释。霍元甲，你甭管它是什么，你把事情办成了就不用管了。这边没你的事。这尊金佛是国宝，你是怎么得到的？你要把它卖到哪儿去？这与你有关系吗？你盗取国宝，人赃俱获，我带你去报官。霍元甲，你最好当做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带我去报官，实在太天真了。你根本不知道这件事的背后到底有多可怕。你以为我王德信就能从皇宫里把金佛弄出来吗？就算我跟你去官府，也没有人敢插手这件事。我不管你背后的势力多大，多可怕，难道比大清的王法还大吗？有可能。既然我知道此事，我就不可能袖手旁观。霍元甲。你最好回天津，继续做你的教皇老大，这就是你最好的选择。你们的交易取消了。这尊金佛是王德信偷来的，他没有权利卖给洋人。我已经把钱准备好了，没有人能消这笔交易。要么你收钱交货，要么我就杀了你。舅舅，不如让我来把霍元甲请出去。霍师傅，请跟我离开。
好啊，那我们就一起去报官，去布政司找刘有纪大休想！是一只头佛。你给我说真佛在哪里？是他们掉的包，他们拿走了真货，现在用假货来蒙骗我们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是来这里做买卖的，你们却在这里卖假货，这是不合规矩，你们都要付出代价的。你说这金佛是假的？舅，我们快走！走！宋天都，原来你早就知道金佛是假的。什么真的假的？难道金佛不是你调包的？你要这么说，我还怀疑你呢。我可不可以这么想？自从你接了这份镖之后，就知道王德信货里藏的是金佛。你串通你的同伙，调包了信，再把金佛取走，拿这个假的当丈夫。你，我从来都没有换过。那你告诉我，之前来接货骷髅是什么人？好，我告诉你，那个神秘的骷髅人是我在河岸上遇到的。他跟我说是接头人，把货物交给我。如果他们抢走箱子，你就真的死在黄金之地了，生死在你，后会有期。他是什么人？具体我也不知道，但肯定十分关键。我觉得咱们现在在骷髅岛上，骷髅岛又是陈文虎的地盘，那么也就是说，这陈文虎很可能跟那些劫走货的骷髅人有关。应该没错。而后，我就一直把箱子带在身上，从来没有换过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被调包，那在箱子之前就已经换过包了。也就是在我手里接完货之后，我就开始做手脚，把假的金佛放在箱子里，真的金佛从别的路走了。实际这是别人设的一个局，但设局的人是王德信，是另一回事。那这金佛在谁手上？王德信是商人，这个金对他来说一定是一笔巨大的财富，而且他敢在金佛不知下落的情况下把他卖给洋人，说明什么？说明真金就在他手上。原来王德信一直在利用我们，引开别人的追杀。王德信这老王八蛋啊！拿一尊假金佛来当人法，害得我们几个差点被杀了。行，我一定要剥了他的皮，拆了他的骨。我破坏了他的交易，所以说他一定没有离开岛上。而金佛他肯定在身上。现在就要去找王德信。走。
久没来周庙了。您这最近是不是哪儿快活了呀？我们姐儿几个都快变成白骨了。这个世上哪还有比这儿更快活的地方啊？在这个地方，酒池肉林是一个离朝廷管辖的地方。我在这孤岛上就是行业。我说的话就是圣旨，你们就是后3家力。有你们在，我怎么会不来呢？我可舍不得你们变成白骨。这段时间，我是办一件大事了。那件大事办成了吗？一切本来都在掌控之中，偏有人多管闲事，坏了的好事。什么人这么抬举？还敢跟您作对？舅舅，这真没想到，霍元甲居然能活着回来。早不出现，晚不出现，偏偏在我们和约翰交易的时候，坏了我们的买卖。不过幸好，我们已经拿到金了。我们要召集我们的所有兵马，全力追杀霍元甲，绝不能让霍元甲离开这个小岛。他一旦活着离开小岛，那是麻烦了。傅大人知道这事，别说交易，我们连命都保不住。舅舅，不如让我去对霍元甲，我早就想灭了他。光你的本事不行，霍元甲的功夫我很清楚，我们必须调动更高的力量来对付他。舅舅，这个你放心。你看，这段时间我把这里打理的，你还算满意吗？不错，我相信你，所以才把这个地方交给你打理。按照舅舅吩咐，我把流落在这座的强盗流全部招到骷髅庙中。他们虽然不是名门正派，但也都是一的高手。因为他们犯了罪，被官府通缉，才跑到这里。他们跟霍元甲不一样，这些亡命之徒，只要我们足了银子，他们就会替我们死心塌地卖命。好，快让我看看我的勇士们！舅舅，这三位正是九皇三兄弟。他们三人是从西域逃回来的杀人狂，他们手上的人命比他们喝光的钢还要多。好，你们三个马上到镇上取回他的人头当酒具。我这里的美酒尽情的为你们享用。谢谢王老板。霍元甲身边的人也都要杀光吗？一个都不留。这夫妻二人正是江湖上闻风丧的阴阳双煞。阴阳双煞里的女子，正是江南青楼里出了名的妓女。她最男人的弱点，只要她想杀的男人，没有一个能从她的手里跑出来。至于她的丈夫，正是这土匪窝里的老大，将劫过人伤无数。他手里也没有一个活口。对了，他们有孩子叫娃，这个鬼娃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继承了他父母凶残，甚至比他父母更加邪邪。你们这一家子道环桥守着，霍元甲要上葫芦庙，一定经过那个地方。如果他们在小镇没有被九皇三兄弟取下脑袋，他就是你的猎物。拿下他，我会给你们享受不完的荣华富贵。是。